渴望就可能，心动就发生。本节目由酷爽带感点燃无限渴望的百事可乐冠名播出。美味曲奇趣多多，巧克力味豆多多。感谢我们的职场搭子趣多多赞助播出。鸿蒙折叠电脑13英寸便携，18英寸大屏，折展之间体验非凡。智能电混4驱，无惧雨雪湿滑。本节目由领克10EMP 指定赞助播出。本节目由专业做扫描3亿人都在用，职场必备神器扫描全能王赞助播出。我们今天办公室来了一位新的实习生，刘佳宁同学。走进来有一种助教导师的气质，气场强大。佳宁吗？我们2个算半个同事，真的很优秀。王当了，离开了先。下面我们就发布课题4，多类型节目考核。给大家准备了4档节目，每档节目呢，我们会选择1名优胜者。今天北京降雨持续，部分地区仍有暴雨。西哥，你跑到这边来，观题瓷器。仍有暴雨。那同时呢，我们看到个别点位的大暴雨，并且还伴有雷电。干得不错，干得不错。不错。瑞典首相李斯特松近日表示，瑞典首相名字念错了对吧？艺术早课的时间为9点半到11点半。9点半到11点，你这事实性错误，你得改。我们现在进到下面的一部分新闻。是随便找了一条多下去了是吧？冠跳到了，闭幕跳到了，斯诺克也跳到了。应急他不能说他随随便便就把这条片子跳过去了。如果同事们反应不过来，又该怎么办呢？那这场韵林没准能够抢下分数来了。那同时，我们也进入到下一站，我们一起来看看他们的踩点和备战的过程。观众朋友们，请看大屏幕。受台风除节草的影响，上海今天总体是风大雨大的一天。上海中心气象台发布了台风黄色、雷电黄色预警信号，并更新暴雨预警信号至橙色。哇，这个雨猛的，这感觉这雨砸着都疼。哦 ，Hello Alice， 你好。那我们先走吧，我们一个说吧。好，我们慢慢走。好。中文好，好像不需要用到外语采访。他这个普通话没必要找一个双语主持人。智胜也可以，我也可以。今天你觉得天气怎么样啊？什么？你觉得今天的天气怎么样？今天下好大雨。希望我们明天就是正式的时候，我们也不要下那么大雨。今天把雨下完。没关系，我们想个办法也可以拍到好看的照片。对。哦，你一般就会喜欢在这条街上拍照吗？对，你跟我讲好，如果你就是有任何觉得你自己没有办法用中文很好的表达的话，就随时用英文就好。好的。对，会撇到你吗？这个水啊？他用了那个词，他说雨会撇到你身上吗？这个词儿白俄罗斯人确实理解有难度，应该比较难理解。这个水会溅到你身上吗？要不找一个坐下来的地方可以，我就可以。因为我其实听不到你在说什么。可以。那我们找那个咖啡店吧。对，我们等它雨小一点，我们再出来。好。那咖啡店是不是就在前面？我记得。是的。可以。就这个咖啡店，我们可以看一看。就这个是吗？对。哦，那很近哎。其实这条路我就真的觉得很好看。是的。等一下，还带你看一下更好看的一条。可以。啊，往这边走。这么大，这个伞确实略小了一点，陈老师的那个伞。为了拍摄吧，天光的原因，但这种伞对于暴雨天气来说实在。长征。Hello，战役愉快，来过来坐。
淋湿了没有？这么大雨，还好，淋湿了没有？坐。我给你准备了一个小礼物，哇，对，是一个手机支架，是吗？因为我看你平常不是老记录别人吗？你可以记录一下自己。谢谢你。我先跟你说一下，就是我大概的一个拍摄的流程，好不好？可以。因为我是希望就是我们的拍摄时间相对有限嘛，那我可能没有办法就是真正去记录你一整天的生活，那尽可能我们在形式或者内容上丰富一些。这样的话，我觉得也不枉你此行过来千里迢迢见我。如果明天雨下的比较小，就你可能在街头，然后随机的抓拍街拍，然后我可能就直接过来，然后碰到你说我要给你当你的那个摄影助理，然后或者说我可以帮你去找一找有没有路人愿意接受拍摄。明天我刚好有个约拍，咱们可以一起。可以。因为我明天我穿搭可能会偏中国风一点的 ，maybe 你可以在路边先给我拍一组照片这样子，然后我们感受一下。我觉得其实还有一种，就是他们也有其他街拍摄影师，然后我到时候也可以给你，如果我认识的话，可以稍微给你介绍一下，你也了解一下不同的人，刚好是一个小 party 嘛，对吧？可以。哎，这样会更丰富哎。对。我明天想的是，我们前面讲到这个，你的一些拍摄风格啊，还有中西文化这些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可能在这里，然后剩下的，如果外边不下雨的话，我们的安排就会把这些摄影啊，还有你动图的部分放在外边。但我其实觉得下雨也挺有意思的，就对于我来说，下雨能拍出不一样的感觉。就是下雨。是的。我就在想象那个雨的线条在画面出现的时候，其实给构图带来了那种城市的倒影啊，那种就通过它那个水，就是两个世界异世界的感觉也能拍出来，穿越感觉 ，cool。我们俩可能就是有一小段的这个行进的过程，然后可能你说一些有关于街拍的一些基本信息啊，比如说光线呀、时段呀、拍摄的频次呀，然后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好，整体的设计。那我们出去刚好嘛，我们这段路大概踩一下点，我们走走。那我们就往那边走一走，因为我查了路线，差不多走过去十几分钟。对，可以的，我觉得没问题。咱们可以打个伞。好，可以。哎呀，双方都进行了有效沟通。我们现在走过去，就是我们先去安福路那边。今天下这么大雨，可能人就不会像平常那么多，对吧？对，很少。咱们可以在那街头转一转，我给你讲一讲大概那边的东西。安福路。就是那个出很多街拍片的地方。对，我经常在这条路上。其实上海街拍很多在那个安福路和武康路那边，你有去过那边吗？有，但你觉得你还是更喜欢这里一点？因为不是每个人都在那里拍，如果我也在那里拍，我感觉没什么特别。对，没错，然后就比较喜欢在这里。没错。我们有一个节目是很多外国人一起聊天的节目，所以听的这个口音就异常亲切。也有可能是这个跟我的就是审美有关系的，肯定是我的审美有点不一样吧。比如在这里，如果你跟我在这里站着，然后你可以看到这段就是也是挺好看的，非常特别。哎，这个好多风格啊，各个不同年代、不同风格的建筑撞到一起。What a glorious feeling I'm so happy again.也是有不一样的感觉。是的，我从来没有在这种天气来过这个地方，因为我往常来这边其实都是天气很好的时候，然后人很多啊，游客啊，拍照的。到了，这个位置。好，
我就很喜欢这种。确实是，哇，好看。哇，这花店好好看啊！就它好像是有自己的搭配在。这边都是花材，然后这个老板的审美特别好，他会帮你很喜欢这个花。他是会帮你搭配，是不是？对，会搭配。所以你之前是给朋友买花的话，就会来这边会买一些。因为明天的话，我觉得现场，因为它虽然是一个录制性的节目，因为我们时间没有那么多，所以它其实你可以理解为它就是。你们叫人不要拍了吧？你们叫人不要拍。哦，你们不接受拍摄是不是？对，它上面都有贴。处事不力的连文。或者你们去那边，我们老板娘在那边，你们中间那个店还在吗？对，你们去和他沟通也可以的。走。你好，你好，老板在吗？在吗？在的。我们想跟他聊一下，因为我们明天有一个拍摄，想沟通一下。好，你可以加一下你的微信，等会儿让他给你们回复吧。就不能，要不现在可以方便他没办法停下来是吗？行，要不你跟他聊一下，对，直接聊。我跟你讲，其实在上海的商拍环境很艰难的。我发现了，这儿，哦，咱家在哪里？然后不好意思，我们这里不可以录这个。我们是有一个明天有一个小的节目，然后不可以在这里取景。对的，因为我们这边的话是不支持这个。不支持是吧？好，行，谢谢。没事。走吧。也不可以拍摄。那就这个没有了。这个景真的很好看。但有些地方其实请设计师专门做的，他怕你。拍了之后 ，copy 了，抄了他的小心机、小理念。老板今天在吗？不在。老板有电话没？我可以就是跟他沟通一下没？对，因为我想老板是桃园的香菜。看哪些好像不太行，感觉好像。老板，我们就是来那个，没关系，没关系，不行我们就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那我们就下一家吧。就是跟他介绍一下你的特色的那个湘菜馆。好，谢谢哈。确实，像上海这种店铺的话，接受度没那么高。为什么呀？一个是怕你耽误他们的营业呀，就是有的店也不一定要进去，不进去的话，不会影响到他的营业，其实还好一点。延庆路我们能去的点是什么？那就是延庆路就是那个水果店呀，因为会有周边的居民去买那个水果。OK， 这个就是那个水果店。这个店还挺好的。他这边是可以拍摄的吧？应该是。跟老板沟通。老板你好，我们明天可能有一个小小的5分钟的拍摄，可能会拍一下咱们店，可以吗？这个应该可以。很快，好吗？谢谢。时间不要长，你看5分5钟。到10分钟，绝对不耽误你做生意。我不进去。啊。好，谢谢。好，下一个吧。哇，终于。那就在这里。哦。这个大福杂货店，是不是特别的旧的？哇，这个好酷啊！但他们门口平时还会有那个。猫猫在那边，但它这里就是一个门头，是不是？对，就是这样拍。OK， 那就没有了哟，其他就没有啥了，好像。那我今天就先走喽，拜拜，辛苦啦。菜好点了2个点。啊，林伟差点很不顺利呀。林伟要加油啊，林伟！林伟啊！2人当中只有1个人可以得第1哦，还比别人更难拿一些呢。
完了，废了。就是我不想竞争，但是他现在这个情况和赛制，就是你如果不跟别人比，你就得走，你走你就要放弃你自己想做的事情，而我想做的事情是我用了很大的代价换的。心疼。哎呀，同样的下雨天，不同的心情呀，大家。唉，振作起来！加油，林睿！走左侧2车道，前方红绿灯直行。喂，你好。好，请问这边是乌中市集吗？对的。你好，我们这边是东方卫视下一站，的那个节目组，然后想跟您商量一下，明天我们有一个，大概10分钟的拍摄，想去拍。哎，怎么一个人没有 ？Hello。哎，你是去踩点了吗？对。外面是不是好冷？下暴雨。怎么朗子变人了？你这个头发是？因为淋了太多雨，然后我回去重新弄了一下。那你们这2天这么大的暴雨，你们在外边怎么逛呀？对呀，我也觉得。就是一个非常难干的事儿。哇，好心疼。来试一下我的衣服吧。台风欧。他明天的街拍的衣服。这不是你刚刚穿过来的衣服吗？不是，我刚刚穿的是一个外套。这是你明天录节目要穿的？对。你自己买的？不是，我租的。哇哦，小中山装。你是要搞一个什么主题？因为他那个摄影师特别喜欢那个就是中国文化。你第一颗扣是不是要把它扣？对，我知道。我先看一下那个大小合不合适。哇，好看的，期待。干活。Hello， 老师。刘，被淋透了吗？淋透了，早上。真的淋透了？真的淋透了。回来洗了澡，换了个衣服吗？对，洗了个澡，换了个衣服才回来公司。早上雨特别大，实在太不巧了。唉，天公不作美。哎，他们俩马上回来。Hello， 怎么样？大暴雨。对吧？对。啊，回来了。嗨，回来了，欢迎回来。这个状态还好吗？全淋湿了，是不是？哎呦，林伟整个人有点down，有点丧。对，太不顺利了。落汤鸡。体验了一把外景记者的艰辛。我给你接杯热水去。现在有点懵，让我缓一下。去换了一下衣服，全湿透了。湿透了。你头发呢？吹干了没？还有一点湿湿的。他自己干了。哇，你太暖了，谢谢哥。我看到了你那个小视频。什么小视频？你跟着伞走了。你怎么看到我小视频？你是发群里了吗？对。哎，谁来救我？笑死！你们要不然进来，我跟你们简单再嘱咐2句。好呀，好不好？太好了。呀！哦，小心。你们今天跟嘉宾每个人接触下来有没有什么障碍？障碍就是他们配合度怎么样？配合度挺好的。
是都是吗？挺好的，就是他们很愿意跟你们敞开心扉的。挺愿意的，还挺好的。我们快速构建信任，在台风天。那就好，那就好。但我想提醒你们的是，就是，第一，你们究竟要通过这个人物，勾勒出一个这个人的全相，挖掘他背后的故事，还是通过他要反映一个你们想表现的背后一个更宏大的叙事？我不知道，我只是随便说，但是我就说你们提前要想好，就像写作文一样，你的中心思想是什么？第二，你们今天吃了这么大的苦头，费了这么大的劲儿，是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个外景节目。那外景节目它必然和棚录的节目是不一样的。最核心的地方就在于，你在外景，你是有环境的，你是有人物的。想一想，我能利用环境，利用外景，什么特点？为什么外景节目比棚内节目更好看？因为它的元素多，观众会觉得视觉冲击上不会感觉疲劳，对吧？因为你棚子你的背景是固定的，一直是这样。所以想一想，我如何能更好的利用，或者说更好的体现出来外景节目和棚内节目的不同。想想看，如果你今天还没有考虑到的话，行，那你们准备，我们大概6点半左右出发吃饭。好的，好吗？好的，谢谢老师。听到这个就开心。来，我要去干一包维 C 了，天哪！好，下去喝点热乎的。林薇最后没把困难告诉，对他自己扛了。我们差不多可以走了。好呀，好，走，干饭。粗了个发，干饭去。O 的 K。走路 ，Go！ 这个商场里还是有挺多好吃的。我已经好久没有进入过一个商场里边了，已经感觉到你的开心都要溢出来了，浪子，好香，幸福的味道。哎，我坐这儿吧。来，你坐这儿，坐在这儿的买单啊。坐这儿买单。好，我买单。那我坐这儿。老师你，我不会那么残忍的。好，可以吃了。哇！好，开始。卷烤鸭的手法决定你们明天考核的成绩，快。哇！请开始你们的表演。夹一块肉，再夹一个皮。他们俩认真的像做那个化学实验。哇，好美观啊！这个包的从来没有包过那么好的，让我尝一下。反正真的有点像在做特级汇报。我感觉每个人来了之后都不同程度的开朗了。我想想，你们3个当时面试展现出来最自信的是谁啊？你可能是最自信的那个。啊？用自信不太准确，洒脱。哦，明白。就他特别洒脱，你就这样毫无防备的就这样裸辞了。他说啊，就很坦然。即使只是获得了实习的机会，你也会义无反顾的、义无反顾的辞职。你从小有这个梦想，确实是。这份念想一直憋在他心里，他早晚要想方设法要实现一次，否则他不甘心。那你爸你妈现在什么态度？完全不知道。瞧瞧，那他们啊，他爸妈还不知道呢。到时候总会要知道。他现在是属于能拖一天你拖一天，是吧？对，就是我来参加这个事情，我本身是很愉悦的，我很开心。但同时，因为这个集中的赛制和这种我需要完全集中注意力的情况，我不想分心，因为我是一个会对父母的话，包括身边很亲密的人的话很在意的一个人。我知道他们说的，我现在可能我不一定会听，但是他说的那个话可能会伤到我，我就会影响我的心理状况。
那肯定会的。对，所以我觉得我现在就不要告诉他们，我就是想做这件事情，那我就专心的去把它做好，然后做完了之后，我就跪下道歉。那不一定，可能是大家为你一起鼓掌。可能轻描淡写的说一句我换了份工作，但是你不要担心，我已经找到工作了，就省掉中间那个他焦虑的啊怎么办？那你现在怎么办？怎么样？要不然你回老家吧什么 ？No， 不要。那你现在最近几天给你爸你妈打电话的时候，偷偷的，假装无事发生。就你爸你妈问你，最近工作怎么样啊？我就是挺忙的，确实挺忙的，确实挺忙的。林薇是最难的，林薇相当于在拿自己的爱好和大家的专业在一个环境里去拼、去竞争。是的，他能做到现在，其实大家想想已经很不容易了。你是从什么时候要学主持这条路的？高3的时候，我当时艺考吧，就很像是我前18年就是很循规蹈矩的这种人生里面，然后就有一个这种很离经叛道的行为。就包括我们家里的老人和长辈，他们也都很不理解，就是啊，为什么你要艺考呢？你孩子文化学得好好的。然后我当时也是抱着一种视死而归的决心，我去参加了这个艺考。因为我跟我家里约定好了，就是我就这一次机会，我要是考得好呢，哎，那就皆大欢喜；我要是考得不好呢，我也不可能再复读。你当时所有的学校都考了？我考了的，除了朗子的学校没有过，其他所有学校都过了。你是除了他的学校没过，剩下全过了？对，而且全部都是，比如说全国第1名、全省第1名，就是考什么过什么那一年。哇！所以你爸你妈也都是被你说服的？我妈妈是被我说服的，我爸爸没有。你爸没有？我爸爸非常支持我。就我家的分工是，我爸爸活着就行，就对我的要求。我爸爸是那种，比如说他今天来4季民福吃饭，他会去人家的后厨看他们怎么做，他觉得这道菜，比如说这个和牛，他没吃过，他觉得好吃，他就会去后厨学，然后学了回家给我和我妈做。天哪，羡慕！所以我从小到大吃的很好。就为什么我艺考的时候，我1.6米几，我120斤，我当时。他从小到大就是每一次我主持节目啊，然后上电视什么的，他特别的骄傲，他就觉得我女儿就是该出现在电视上的，所以他很支持。但我们家经济大权掌握在我妈手里，所以我妈妈有这个对我的这个人生道路的这个决定权。哎，他们什么时候在家里能看到你上镜啊？我当时读大学的时候，我不是在湖南台，然后实习，就上了那个大求真嘛。对，新闻大求真。我第一次播手，我爷爷奶给我们那个乡村父老乡亲全部打电话，全部围过来看，然后说啊，我们村第1个上电视的那个大学生，就弄阵仗弄得很大。贼骄傲。然后后来每一次回去，他们都还会说这件事情，说啊那个上电视的大学生回来，就搞得很社恐。我家也是。当走到那一步的时候，你其实都很顺了，基本上都按照自己的计划全都实现了。对，但我确实其实每一步都就没有想到他会这样子走下去。你是哪年知道你爸生病了？22年正好本科毕业，人生的道路发生了一个很重大的转折，就是我在考完研之后的一天，然后我就知道我爸爸生病了。当时我们全家人瞒着我不告诉我这件事情。10月份的时候，我当时有个表姐结婚，然后其实按常理来说我肯定是要回去的，然后去参加那个婚礼，然后他们就突然就说你不要回来，专心的就读书就好了。我也没有多想，我也没有。但其实那会儿你爸已经住院了是吗？对，已经在医院里头了。是什么病啊？他是食道癌，就是正常的病人其实是在喉咙的这个地方会有一点问题。他最开始就是发现到事情不对，其实是脚这个地方，他已经走不了路了。但是我们的那个群里，我们每天都会发信息通话。当时我记得快到11、2月份，然后其实湖南下雪了，就是他拍了那个我们家小区下雪的那个雪景，
然后发到那个群里，他说，那个家里下雪了，他说你什么时候就是回家什么的。但是其实那个照片是他把手机然后拿给我的妈妈，然后我妈妈在我们小区的楼下，然后把那张照片拍下来，然后我爸爸的微信，然后把这个东西发到我们的群里，让你以为是爸爸发的。对，然后我就是整个过程当中，我其实是完全不知情的。然后我什么时候知道的呢？考完的那天，我给我妈妈打了个电话，我说，我考完了，然后我妈妈就说，你要是没什么事儿，你就回来吧。然后我问我妈妈，我说急吗？因为我就是考研之后的那段时间，我其实已经约上了一个工作了。我说我等那个再回来。她说你要是没什么事儿，你就回来吧。她还是跟我笑着打的那个电话。我妈妈就跟我提前说，她说你到了长沙之后，你就不要回家了。她说你就在长沙就好了。我说怎么啦？她说那个你爸爸在那个医院里头。我说啊，我说你们怎么来长沙了？怎么在医院里头？她说啊，她说没事儿，就是那个脚痛风了，然后就是在医院里面稍微检查一下。然后我当时都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因为我妈妈她在那个视频里面，她其实她都是笑得很开心的。然后我没有任何的怀疑，我就回去了。落地长沙之后，我说我到哪去见你们？他们说湘雅医院。我妈妈先在医院门口接了我，然后她把我带到了就是一个那种酒店式的公寓里面。然后我就说我都到这了，为什么我不先去见我爸呢？然后一进那个房间，我妈妈的那个眼泪她就夺眶而出，就是她其实前面她一直在忍，就是她一直不知道她应该怎么面对这件事情，然后应该怎么样去跟我说这个事情。然后她在之前的那个阶段里面，她其实已经就是隐忍了很久很久很久。她一方面所有的事情她不敢告诉我爷爷奶奶，也不敢告诉其他的人，就是她所有的情绪是她一个人在消化。但是那一刻女儿回来了，她就忍不住了，然后她就先坐在那个地方嚎啕大哭，坐在那个沙发上。然后我当时我就很慌，我就说是怎么了？对，因为我妈妈从来没有过就是这么失控的这个时候。然后她就说生病了，是癌症，然后说治不好了，就是很只言片语的说了这几句话之后，然后我俩就坐在那个地上就嚎啕大哭。然后我就在想啊，我说这样的事情就是为什么会发生在我身上呢？然后而且他们一直瞒着我，就像电影里的那种场景一样，就是他是不是弄错了什么什么的。然后到那一刻我才知道这个事情。那医生给你的建议，给你们的建议是什么？给我们的建议就是，生存期其实就已经不超过1年了。就是没事没事，其实我好吧，稍等一下，不好意思。我其实不是想把今天的饭局搞得很那个什么，就是我们开开心心的出来吃饭。对，就是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它已经是过去式了。我已经度过了我很艰难的日子，然后对我来说，我是非常平常的去看待这件事情的，而且它就是让我成长很多，然后我的心态会平稳很多。因为对于我来说，现在除了生死都是小事。我遇到很多事情的时候，我会想说，
我会死吗？不会，那就没有什么过不去的。但即使医生跟你们这么说了，你还是决定回来上海挣钱。就是当时你没想着我能多陪爸爸多陪一天就多陪一天。但是我妈妈那个时候已经全职在照顾我爸爸了，所以我们家里整个没有任何的收入的来源。然后一边上学一边打工，然后抽空再回去看看，你工作那会儿强度大吗？挺大的，就是我除了上学之外的所有的时间，我能接多少能排多少，我全部就给他排满。能排得多满？我没概念。比如说我今天上午有一节课，然后他是在11点10分他下课，那我的第一场直播时间我会在12点钟开始，然后12点到4点是一班。12点到4点是中间不停的。不停4个小时，这是我的第一份工作。然后4点钟结束之后，我就立马坐地铁或者打车，然后去我的下一个地点。然后他可能是5点钟，他可能4个小时5个小时，5点到晚上的就是10点钟再一班。有的他是在一栋楼里面，就是可能我休息半个小时10点半，然后再到凌晨的3点钟，这是我的第3班。然后结束之后，我再回学校。就是只要有找上我来，我只要在时间排得过来，就不迟到的情况下，我会全部照单全收。你的嗓子能受得了？你一天11个小时不停的说话，你说到凌晨3点的时候什么样啊？那我要赚这个钱，我就要做这个事儿，而且我就是一定要把它做好。以前还是一个小女孩，爸爸妈妈的乖女儿，然后瞬间就变成了一个我要撑起这个家的人，顶梁柱。你很棒，你很棒。可这就是人生啊，谁帮你写的剧本你也不知道，但是你只能翻到哪一页，就按照这个剧本走下去。但是你爸爸肯定会很为你骄傲的，非常骄傲。他一直很为我骄傲。唉，好沉重啊！是啊，庞征啊，庞征其实在最初面试的时候提到过，艺考成绩这么好的学校科班，却一门心思扎在了直播上，把自己填满，其实就是因为家庭这段变故。就是我们可能这2期看下来，对庞征的第一印象就是强大，能干，但是看到他这段故事，你又知道他的那些强大都是在一次次，我能想象到在一次次可能崩溃中，一点点再把自己拼起来。是的，我很难想象在这些过程中，他的内心在经历什么。之前聊他做什么，他爸爸都会支持他。是啊，所以那个感情的厚度是很难以想象的。然后他在这个过程中，他需要做那么多事情。我现在就在想，好希望回到庞征从工作地点回学校那段路途中，能给他说一句真的很棒，真的很棒。我问你们个问题啊，就很现实的状况是，这个家庭一定是需要钱的，对吧？是。就即便爸爸走了，显然他们家肯定为爸爸的这个病基本上把积蓄都掏空了，否则不会当时一边上学就要一边开始挣钱了。其实这个 offer 收入可能不足以满足一个人的梦想，但是成长肯定是提供了大量的机会。所以如果一个特别需要收入的家庭，今天要来争一个未来收入可能不那么好的 offer， 你们怎么看这事儿？
比如说是你该怎么选？我吗？我一定会去挣钱，把梦想先放下。放下。因为这个家庭真的是需要钱的。对。就是今天他如果干直播干了几年，积累了自己的粉丝，积累了经验的话，就那个有可能挣钱会来得快一点。对。对吧？今天也不存在说这个职业哪个高哪个低，你怎么选？挣钱啊，只能先解决眼前最迫切的压力，没有办法，无处可逃。是。如果是此刻这个庞真此时此刻这个情况的话，如果是我还是会把梦想放在前面。我觉得结果并不是重要，我觉得可能他需要的是去往这个梦想的路上所经历的一些东西。至于最后的 offer 有没有拿到，并不是最重要的。就是假定这个 offer 就摆在他面前了，至少他要去争取嘛，对吧？这可能是跟他的梦想想从事的职业有关系的。但是未来可能很长一段时间都不是一个能挣大钱的职业，特别是人要在上海落下来。是的，对吧？就是他的家庭显然不足以给他在上海落下来的经济支持。是，这很现实的一个问题。那如果是我，还是会优先梦想。这个 offer 不至于到大富大贵，但是短暂的扎下根来，拥有一个还不错的生活，只要他能有保障的话，就每天做自己真正爱的事儿，那个感觉。再大的台风，心里都是有太阳，要不然一生都在下雨。如果说我碰到一个新的，我能够付出我全部热情的一个选择，我会做出一些改变。因为如果说我真的是热爱这个东西，我可以为它付出我的激情、我的时间，我也不会去考虑得失，以及所谓后面的东西。只是我热爱这个东西，那我可能会愿意去尝试新的。看了庞真已经咱这第4期，我反而觉得咱们之前都说他做直播这件事情放弃了，是短暂放弃了梦想。我现在看完他这几天的表现，我觉得他在直播过程中仍然没有放弃梦想，因为你会发现他的专业能力，他的整个的一个状态，这个直播过程中可能说有各种各样的直播，但是他在各种各样的之中都在汲取他需要的养分，都在吸取他需要的他梦想所需要的积淀，他只是换了一个地方去为自己的梦想蓄力。对，我赞同。我们之前老说10000小时定律，他一天做3班就是12小时，100天就是1200小时。他在2到3年的直播的状态当中，他其实快速把这10000小时快跑完了，这就是他今天跟其他人有断层式领先的底气来源。所以其实我特别喜欢志胜和子琪你们俩的话加起来，是我今天对他的理解。就是你知道吗？就是我们不同的阶段，我们会确定一个阶段性的目标，就比如说做一个什么样的职业是我们的梦想，对吧？暂时解决什么问题是我们此刻的这样的一个梦想。但事实上，所有的一切，就你在路上走过的路、踩过的坑、趟过的水，然后你自己付出过的努力，那个加起来才是你梦想的一部分。对，最后的结果反而你说他怎么选，我都支持他，怎么选都行。但是他这一路上蓄积的能力、培养的这样的一股冲劲，我觉得是这个人身上其实是永远不会被偷走的财富，特别好。是的，真的是。那刚才整个看的时候，真正在我心里最疼的那个问题是白老师问的那个问题：去挣钱还是选择陪爸爸呢？这个太疼了，这太无奈了。那没办法，没得选，对吧？我觉得最痛苦的一件事情叫做不得已。没得选，真没得选，不得已。我觉得填满自己那种疲劳，在他来说都是麻木的。因为真正最疼的那个地方，就是他明知道只有这么一点时间，但他还是不能出现在你最爱自己的人身边。真的，可能唯一能为他做的事情就是抱抱。你知道，在这个节目里，我其实已经看到好几个实习生，就真的内心有那种可以勇往直前的热爱。
就我其实第一次就稍微眼眶有点湿的时候，其实诗文就在那个车里，他说：“你想此刻就有很多人在这个街上拍，然后就有我认识的人在整合新闻资源，然后那眼里就有光，你知道吗？就你热爱一样东西，其实你是挡不住的。然后你再看庞征，你看林蔚。”我瞒着父母，他们也许不支持，但我得为我的热爱付出我觉得所有的代价，就是对全力以赴，是对热爱的尊重。就是你在好多人身上都能看见，真挺好的。哎呀，每个人你都能感受到有一股命运的手在推着你，就像白老师说的，你不知道谁写的剧本，就一条命运的河流在冲刷着你。但是你看他们心里那个热爱的那个光亮起来的时候，你就感受到一种对抗的力量。对，就我知道你这条河就要把我往这儿推，我知道，但是我偏不。那有一个方向我要去，有一个光在召唤我。那有这股劲儿的时候，那个人的自由，那个人的味儿就体现出来了。它不是一个植物，它不是一个浮萍，它不是被冲到哪里算哪里。庞征身上、诗文身上，包括刚刚看到林蔚身上也有这样的影子。是的，我不迁就，我不屈服。哎，太好了。确实没想到如此美味的烤鸭，但是换来了一段这样过往的感受。但不管怎么样，我们真切的或者完整的了解了庞征故事的全貌。其实有时候人说出来、哭出来，就放下了，就能更好的走出来，然后走到新的挑战中去。他们今天在台风当中都完成了踩点，这一切都是为明天真实的拍摄做好充足的准备。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跟随着镜头看一看，正式下一站在街景在外景拍摄的过程当中，他们会遇到怎样的挑战？一起来看。哟，大晴天，天晴啊，蓝天白云。出太阳了，太震撼了！不下雨就算了，出太阳，没有理由了。没有理由，锦上添花了。你这样想，老天都帮咱。上车，41分钟，刚刚好。哦，我们的新中式小朋友。啊，他居然把扣子扣上了。都可以扣上，比较传统复古。打开更随性潇洒一点。老师，我们会在这里开场，然后我们大概3个人，我会站在最右边的位置，然后我们讲完之后呢，我就会往这边走，我们就出话，然后镜头就跟着我走，然后我们大概会在那里有一个环节就是拍照，然后他给我拍完之后，然后我说我们找地方坐下来，我们去看一下我们刚才拍的照片，然后这个时候就直接咔掉，然后咔的话我会告诉你。大概的走向是往这个方向走，对，大概就这个样子。车脑还是挺胸有成竹的。朗子，走。嗨，早上好。Morning。你应该很紧张吧？这个这么大的阵仗。我现在紧张完了。跟你们俩相比，我是不是长得太随意了？你的嘉宾呢？嘉宾在那。在那儿，他到了是不是？对，到了。我。白老师身材真好，这么帅，咋样了？老师早。老师，我们有个小问题，就是今天所有的像镜头的这些东西，是不是我们都不用太 care， 我们就专注于内容？所谓的镜头，就是我们要跟摄影师沟通，我们要拍什么镜头呀，怎么运镜呀，怎么走呀，这些。你可以沟通。啊，可以沟通。OK。这个沟通是反映出来你们对整个这个节目最终呈现效果的一种想法啊。你可以说。明白。好吗？好的，好的。没问题。来吧，你们是不是马上就要转点？待会儿。对，你就继续你的，我们就分头行动。那我就在马路对面看你们哈。好。好。我非常紧张。放松放松，没事儿。来吧，3、2、1，走。每天熙熙攘攘的街头，藏着无数未被诉说的故事。是谁在定格这些瞬间？又是谁在讲述这些故事呢？今天我们邀请来3位街头摄影师为我们解答这背后的答案。
他们的风格各有不同，但他们都是这个城市最美的灵魂画手。今天呢，我们将跟随他们的视角，带大家看一看这座城市从清晨到傍晚的美好。哎，林薇进步好大呀！林薇挺适合做外景的，好适合，她说好舒服，真是。林薇做外景的那个状态特舒服。那么首先第一位嘉宾呢，已经在我的手上了，让我们看看他会是谁呢？哎 ，photographer， 英语的摄影师。我们今天第一位嘉宾会跟外国人有关吗？哎，那里有一位拿着相机的外国小姐姐，我们一起去找她问问看吧。开场不错，就在前面，我们一起去问问她。Hello, excuse me, are you a photographer? 是的。是的，是的。哦，你会说中文？哎，对，可以。我叫 Alice Grace， 我是摄影师。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我可以问一下，你是做跟摄影相关的行业？是的，你是街头摄影师？是的。那我们那么巧，要不我给你拍个照吧？可以，可以，可以。吗？好，那我要站在哪个地方？要不先在这边？可以。好，那放松，放松，自然，好，自然，这样可以吗？可以啊，可以啊。好。有吗？有，我觉得有。要不我们对坐下来，是的，然后给你拍一下照片，怎么样？好，可以。好，那我们走，出发。好。好，老师这一期可以卡一下。冯成朗选择了用偶遇摄影师的方式开场，见面之后很快就转场进室内，这个设计也有点奇怪。我最担心的一点，就是他们忽略了他们所在的地方，忽略了他们是在做一档外景节目。什么意思？哦，不能进室内，因为这是街头摄影师。来，请坐，请坐，请坐。我们来看看刚刚的照片。对，给你看一下。我觉得你真的很帅。哇，拍照片真的挺好看。很好看，我们就随手拍了几张，已经那么好看了。是的，因为你是好看。谢谢，谢谢，谢谢。我就是爱。我想问一下，你的摄影风格是什么样的？这一段是在路上边走边聊，就很有感觉啊。就从这里开始一直访谈不出去了，出去走走啊，走走聊聊多舒服。说实话，我希望在我的拍摄当中，我会混那个西方的，还有就是中国文化。中国文化，对。那看今天我穿的很合适啊，是的，穿了一身国风的衣服。那你觉得为什么会有这个念头呢？就是想融合中西方。是这样，因为我在中国已经好多年，对吧？然后我觉得我非常尊重中国文化，它真的很有意思。如果你慢慢开始了解一下，你会发现很多很神奇的事情。就是这样，like I feel I really like it. That's why I want to mix it together in my photography. 就是你特别喜欢，然后你特别想把它融进你的作品当中。那你第一次来中国是什么时候呢？好像是已经过了10年吧。10年了。对，差不多10年。第一次我来中国是我来旅游的，然后我真的挺喜欢在这里，然后我觉得要不我试试学中文，然后就开始在这里学中文，然后我就留下来在这里了。那你有在这个城市里边认识什么朋友吗？有好多外国朋友，也是有好多中国朋友。有时候我会去外面找一些人，就是跟他们打招呼，然后街拍。那说到街拍，要不我们一起出去逛逛，看有没有什么更好、更漂亮的景点，我们可以拍几张照。可以啊，可以，来出发吧。走。好，老师可以看一下。终于了。还好，还好，还好。我们现在该往哪里走呢？哪个地方比较漂亮？你觉得？我觉得我们可以还是直走。还是直走是吗？对。好。哇，我很少机会走在这种街道上，就是 city walk， 感受一下这些街道。街拍是有什么东西特别吸引你吗？我觉得我特别喜欢在上海街拍，就是因为这个 architecture， 我觉得非常有意思。这台建筑非常对。其实有时候来到上海的时候，我会觉得那些小巷子会更加有故事性在里边。没错。其实我们现在在这里走，我觉得
这条路比前面的那条路好看很多，有很多小细节，比如说你可以看这边。等一下，我拍一张照片给你看看。看到好看的东西就要拍。这栋楼颜色就比较浅一点，对吧？然后那个是比较深 ，like Art Deco 80s feeling style。18th century yes， 就像18世纪那种感觉。对，没错没错。为什么会喜欢做街拍？我记得那个时候在上海，街拍这种风格不是特别流行。有一天我在国外的自媒体看过了一段视频，然后有一个摄影师他去外面就是给陌生人拍照，然后觉得哎这个挺有意思，我也想试试。然后我带一个朋友，因为一个人有点害羞，我们去这条路，对，就是这条路上，哇，这太巧了，是的。然后就随便找一个我觉得比较特别的人来跟他说，哎，你好，我是摄影师，能不能拍照片给你？开始的时候好像是有5个人全都拒绝了你。对对。哎，那既然都来到这儿了，要不我给你拍几张照片呢？就当纪念一下。可以，好吧。因为我觉得这条路肯定对你来说特别的有意义。能够主动给摄影师拍照片是一个非常好的行为。从拍照的人转换成被拍的身份，明显能看到摄影师有害羞的状态。3、2、1。但是冯成朗并没有马上做出反应，不够灵活。你在这里第一次来的时候，你有拍过照片吗？啊？故事都没往下挖。还有前面聊到第一次街拍被拒绝5次，这是超出预期的额外信息。开始的时候好像是有5个人全都拒绝了你。对对。作为采访者也应该迅速做出反应，跟进问题。那我们继续往回走吧。往那边走。好。接着，冯成朗和摄影师又回到了咖啡厅。我们现在回到了我们最开始的起点。刚刚有了接彩的感觉，又被打断了。这是你的第几台相机啊？又回来了。哦，好像是第3台。第3台。对，然后我的第1台相机还是在我家里，还是放着。对。是你几岁的时候买的呀？我记得我刚刚到中国，好像是在2017年左右吧。它很好的激发出来了这个摄影师的聊天的那种欲，分享欲。那对于你来说，你觉得在你的镜头前面拍过最有意义的东西是什么？我去年去贵州，那一段时间我可以更多了解一下苗族，然后他们的文化。我记得那位阿姨们，他们都是天天很辛苦，手工他们的衣服。对。因为从来没看过这种东西，肯定是你会激动，然后我想了解一下。就是这种文化，因为我前面说过的，你去一个城市，然后去另外一个城市，然后这2个城市还是在一个国家，但是文化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对，非常非常特别。对于你来说，这次去贵州有什么样的意义？千乐很在乎意义，因为问意义是动脑筋最少的，抓在手边就可以来问。我就是在贵州，我们了解了很多这种阿姨们他们的技术，还有他们的那个手工方式。我发现了他们的每一件衣服都是需要花特别长时间。然后从这个角度开始思考我的工作，还有我拍的照片。所以有可能是，比如说以前我会随便拍几张照片。但是现在我会在一张照片中会花更长时间，然后让所有的小细节让他们很完美，知道不？但总的来说，其实通过了这个镜头，你认识了很多的朋友。对，记录了很多关于中国的故事。是的。希望在你身上这些有意义的故事也能让我们大家听到。好，谢谢。对，谢谢。那么在最后呢，也谢谢 Alice 给我们带来她关于摄影的故事的一些分享。那么下一站我们会去到哪儿呢？干什么吗 ？OK， 谢谢。非常开心。非常开心。好了对吧？对，好了。好。他刚才其实那个口还特别好，5个人都拒绝了我。
这不就等着问那第6个呢？首先呢，咱们回溯一下哈，就说你看那条路是不是摄影师选的？对啊，不是还问我吗？说安福路啊什么的，为什么你喜欢这条路？那你不就应该走在这条路上去找这条路打动他的点吗？是，没错。当天能看到的人，如果让您随机抓一个您最想拍谁，对，他是什么东西打动了你？然后就有交互，有了交互之后，就能够说，哎，你要去被人拒绝的故事。老师来啦，来了！哇，这几天课题压力太大了，我感觉现在才缓下来一点。心态一定要稳，其实跟车一样。比如说我这台领克10 EMP， 它的这个智电4驱就非常的稳，无论是起步啊、刹停啊、过弯、雨天路滑的时候都非常平稳。过弯好稳啊！接着再带你体验一下辅助驾驶功能。哇，这掉头也太稳了吧！我们隐蔽一点吧，老师们，这人很多。站一我已经到了，然后你慢慢来，不着急，到了和我说。他真的好细致呀。Hello， 又见面了。Hello， 来了，今天真是个好天气。幸运总是不期。对，就被你说中了，坐，坐。然后我们再顺一下流程，因为昨天不是说还会有一个你邀请一个约拍的嘉宾来现场？对，已经到了。他已经在那了，你快把他请过来。Hello， 你好。谢瑶，复旦大学在读。过来坐吧，坐，请坐。我来介绍一下吧，就我叫庞真，然后我们今天其实正好在录一个叫下一站的节目。然后我跟你大概说一下我的一个设想和流程，你看合不合适？就是你们其实是相当于约拍的过程作为节目开头的一个部分。然后你待会儿准备在哪里拍？我可能会在斑马线，我让他去。可以，走过去回头那样，有一些动作的那种。行，然后可能你就直接从后面离开，然后我和他继续我们接下来的环节。好的，好。我们仨可以一块儿去那边看一下，你也想一想你怎么给他拍。可以吗？可以啊，可以。好，在这里做。对，然后我会在大概这个点位，我会做一个开场。开场完结束之后，我就会直接穿过斑马线去找你们，然后我会直接这样走过来之后，差不多走到这边，就你们大概在这个范围内都行，我可以往那边走，往这边引导镜头。还有一个就是我们3个人这样围圈的话，老师可能就带不到了。打个比方，你可以站一下，就是你在这边站，然后你是差不多是在这个位置，然后我可能会走到你的这边来，然后有老师会给到他，然后有老师会记录我们俩。可以吗？没问题。可以吗？好。对，然后因为我们现场确实摄影师比较多，你就当他们不存在，萝卜白菜就行。好，大概的点位就是这样。哇，真的是面面俱到的旁。还照顾嘉宾的感受。对，所有细节解释清楚。稍等，我看一下我的老师什么时候来。白老师到了。到了。这么早吗？在哪儿呢？那个对面。白老师，这。我们可以开始了。可以开始了。对，我们准备好。这是我的嘉宾站一。老师辛苦了。我会在很远的地方观察着你们。好，那是不是可以邀请你的约拍的那位？可以。可以吗？那我先到对面去了哈，你们在这边开始。拍摄的老师是哪一位？我们先拍一个开场，然后开场的话呢，我们会就是从这边，然后有一段短暂的移动，走到那个过马路的地方。然后开场的形式是我先把这个镜头封好，然后再这样拿下来，之后我们会过马路去找他们。我先试一张哈，我先试试光。有老师是在拍他们的哈。好 ，OK。跟刚才对上了。对，跟朗接上。走。下一站安福路，这里被称为上海街拍的宇宙中心。
在这里，好像空气当中都充满着松弛的、自由的、时尚的味道。我们也是在这里碰到了一位用镜头打捞城市故事的街拍摄影师陈战一。我刚刚看到他已经在街边开始进入到工作状态了，我们一起去看看他在拍什么。衔接的很好，衔接的很好，真舒服。好，保持。哦，眼神给到位了。哇哦，有风，头稍微收一点，可以吗 ？Hello， 战一。哦。刚刚看你在工作状态，没打扰你啊，没关系。对，现在是已经拍摄。对，我是已经拍了一部分了。拍了一部分了。对，你好，你好。啊，你好。Hello。你愿意接受我们的拍摄吗？好。是可以的，对吧？好。那我想问一下战一，你刚刚这个拍摄你是怎么形式？这个是约拍的。哦，然后我们是就是网上我看到他拍的很好看，然后我就联系了一下。哦，上到你确实大体量的一个博主了。好。然后你觉得他这个拍摄对你的这个引导出片满意吗？可以看一下照片。对，可以看一下。哇，好好看。哇。我感觉你整体的摄影风格是不是很自然灵动的？对，我会观察对方是属于什么。如果他是御姐类型的，我可能不会让他做这种动作。就相当于是根据他自己的一个特点和喜好来摆动作。对。那今天你们的拍摄还要再继续吗？然后还是已经差不多了？基本上就差不多了。刚才其实拍了好几个景了。好，这边我带他去。对。好。那我们中间先咔一下，然后我们调整一下，待会儿从这里接。好，老师，我们可以开始了。刚刚其实我发现你是在约拍，但其实你平常可能全职在做的事情是街拍。对。这两个形式之间差别大吗？好问题。从模特方面，约拍的话，模特知道我这个人要给他拍摄，他心理建设是不一样的。因为一个陌生人，比如说，如果你不跟我认识，然后我说给你拍2张照片，你可能有一个防备心。对。那你怎么快速的建立这种信任呢？其实很难所以这个有时候，如果我板着脸，比如说我现在这样跟你说话，其实有点，就是你对我防备心会更重的。我如果微笑的话，对方会有一个基础的信任感，他感知到一个陌生人是友善的。现在你说的这个阳光就漏下来了，这种情况下拍照是不是就很漂亮？对，这种逆光，比如说你站在这里，其实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是很开阔的。怪不得这条街上就是来来往往，很多人都在这边打卡、拍照啊什么的。我感觉听了你说了这些，我平常也是一个很爱拍照、很擅长拍照的人。我今天给你当小助理吧。如果明天雨下的比较小，就你可能在街头，然后随机的抓拍、街拍，然后我可能就直接过来，然后碰到你说我要给你当你的那个摄影助理，然后或者说我可以帮你去找一找有没有路人愿意接受拍摄。行。然后我看一下你在拍摄过程当中怎么跟他们交流，怎么跟他们沟通。这好，这才是真正走入了街头摄影师、街拍摄影师的生活。我来给你去抓一抓，就是看有没有人能愿意接受你的拍摄，可以然后你看看我做的咋样。这个就可以，你要抓一下他吗？这个可以吗？对，就在这里吗？你抓一下他，咱们去那地方拍。好，我问一下。Hello， 你好，可以给你拍张照片吗？觉得你长得特别漂亮。有点。好，谢谢，耽误时间，谢谢。好，季姐第一次。好，开门。Hi, can I take a photo for you? You're so beautiful. Thank you. Take 1 minute. Okay, thank you. Oh yeah. We can okay. OK， 哇，成功了！哇，你好棒 ！Thank you. Let's go. Wow, look at me. Wow. Wow, so beautiful. Okay, thank you. Show your photos. Wow. I love your smile. Thank you, so beautiful. Thank you. Hello， 你们好。请问是过来旅游的吗？1、2分钟的时间，快速的帮你们完成一张合照，可以吗？可以，谢谢。那选一个地方拍吧。来，3、2、1，转。特别漂亮。看一下这个照片。对。
哇，谢谢。是吧？很漂亮的。而且你今天穿这衣服颜色很鲜艳，特别出片。是的。我觉得它前半部分设计得很好。Hello， 你们好，请问是过来旅游的吗？跟着摄影师找不同的陌生人做街拍，可看性很强。天吗？真的长得特别漂亮。路人当下的反应和场景的不断切换带来了新鲜感。这种随机性其实就是外景采访和普通采访不同的关键。来，3、2、1，转。在这点上，庞征做得很好。好，谢谢你。庞征太棒了，稳定了，稳定。哇，学到了语言的艺术。这其实也是建立信任感。我给他看，我不是给你乱拍照，我拍了就是能够出一些片的，他们才会继续愿意更放松下来，然后把这个拍照过程完成。哦，对。刚这条街其实我们都已经走过了，你也带我看了很多你眼中的宝藏的打卡点，这么多不同的点位里，你最喜欢哪一个？其实如果是阴天下雨天，我会在这边。然后如果下的比较大，我会坐在咖啡馆这边。啊，这个咖啡馆，对，正好走累了，我们进去坐坐。可以啊，可以啊。走。这条路啊，刚刚我们走过来走过去，你是不是每天都要来来回回走很多遍？对，每天日均1万步以上吧。那也是一个减肥的过程了。对，也是锻炼，但是没瘦下来哈。但是粉丝量增上去了。因为刚刚那个小姐姐她其实有说到，她是在线上刷到了你的那个自媒体的账号。对，你这个自媒体是怎么想着要做起来？其实我这之前工作的那公司倒闭了。其实也挺倒霉的啊！我工作1年半，第一份工作，然后就遭到社会的毒打。那对你来说，好像开启了一个新的世界、新的窗口。对，刚好有这个契机，我去尝试一些，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不断去尝试。然后我想跳出原有的思维，我本来是个程序员，你知道吗？哦，所以你原本的专业是程序员，写代码。对，就每天跟电脑对话。然后你现在扛着这个长枪短炮开始做街拍摄影师，跟人交流。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跨界。对。哎，其实我在你的小红书的平台，我发现有一条置顶的视频很吸引我，是一位银发奶奶。哇。Hello， 姐姐你好，我觉得你穿搭超级酷，然后我想给你拍几张照片，可以吗？你看这就有故事吗？走进去了，这就。其实那个时候你才刚刚开始做自媒体，对。但那条视频的数据其实很好。你当时看到那个视频被非常非常多的人点赞收藏，你什么感受？开心啊，肯定是开心啊，因为我刚开始做，不管男生女生也是看到这期视频之后，他有所触动。真开心，特别开心。对，其实我看到你过往拍摄的人群画像还很丰富，不同年龄的、不同职业的，包括不同的国家。你在拍摄这些人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让你印象很深刻的？你比如说，我前段时间刚好拍了一个双腿是一只的，这故事真的，但是他脸上挂的是普通人都没有的笑容，他其实给外界传递的就是积极、乐观、开朗的这种性格。所以我想拍它，我通过这种视频加照片形式呈现出来。还有一个事情就是我拍摄的过程中有一个妈妈，她也过来了，她说我以前几年前生小孩，高位瘫痪了，就整个腿不能动，然后她现在也是行动非常不方便，想问问这个女孩一只的情况。她说我没想到我们这样群体被你们所关注，我有受到就是一丝丝反馈，就很有成就感，对，感觉自己做的事情是很有价值、有意义的。对，我之前还有流量焦虑，现在我觉得我发布出去，如果被一个人看到，他有被感染到，那我觉得就是有意义的。我感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俩可能是同行，是吧？只是你用相机记录大家的故事，我可能用语言表达去让大家被看到。哇，你一下子故事走进去了，好丰富啊，好丰富。对。这恰恰也是这个节目本身的意义，它就是要走到这些街头最普通的人和职业当中去，挖出那不普通的一面。对。通过挖掘过往作品创作背后的故事，不仅体现了摄影师的创作理念，还触发了摄影师主动分享更多幕后故事。整个采访的逻辑性很强。你对这个环境其实很熟悉嘛？是啊。我刚刚和一个那个街拍摄影师聊天，他都知道你。对，在那边你也认识是吧？对。那我先搬个凳子让海哥坐过来，我们先简单沟通一下。
你认识他对不对？对呀。我说我今天在这里偶遇他，他说他这条街上所有的街拍摄影师他全都认识。还抓到新人了，这么厉害。哥，你也是街拍摄影师吗？你也是，经常在这拍。下午。每天下午。一般的10点以后天比较凉爽。啊，因为我今天采访的这个嘉宾，他也是一个街拍摄影师，我不知道你们认不认识。然后他天天也是在这个位置。这边所有的摄影师我都认识。啊，你都认识？我都认识，因为我待3年了。啊，而且他们的故事，他们背后的事儿我还都知道。你都知道。那待会儿我们就是在这边聊的时候，我给您加张椅子，然后我们一块聊一聊。没问题。可以是吧？你好，你好，让你久等了。咱们要不一块儿吗？可以。Nice to meet you. Please. 海哥啊，请坐这儿。还有朋友，哇塞！我天，还出了群像，太丰富了吧！我的天。您是在这边一直街拍的一个摄影师？我是来3年了啊，因为我以前我是成都人，在成都太古里拍的啊。那过后呢是上海来工作，那么下午不忙的时候，我就过来。哦 ，OK，So what's your name？大家好，我叫 Kevin，我是南非的，非常喜欢拍胶卷。嗯，对。你在中国生活多长时间了？差不多9年。9年？对。很长 ，long time。对，非常喜欢中国。但是我也在安福路差不多2年半。嗯，所以你是2年半，您是3年，然后你是6个月不到。那我觉得大家各有各的特色。其实战一昨天跟我介绍的时候，他说安福路这一块儿，它已经形成了几大流派。对，这个地方被称为宇宙街拍中心。哦，对。实际上呢，我觉得它也是一个窗口，向世界展现了上海的多种文化包容。所以说我拍摄的目的，主要就是说，记录这些普普通通的中国人、外国人，他们在安福路的情况。你看看这白晓生还上价值，你。And in the street alone, I've done about 8,000 photos on film. For me, the reason why I shoot film, 胶卷, it's very raw and it's authentic and it's real. No Photoshop, no editing, no nothing. Everything is real, and that's what I want to show people. That right here, right now, it's beautiful. Yeah. That's okay. 其实这些我在路上遇到的不同人、不同事情，都能给我不同的反馈，然后让我去不断去思考、不断去成长。我通过影像、视频和照片去记录他们，我觉得他们被看到了，他们自己也会开心，然后观众看到也会觉得哇，这么一群人在默默地为我们付出。所以这种传播也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对。其实街拍它形式、种类、风格，因为根据每一个人的理解不一样，它肯定有很多种不同的表现形式。通过大家不同的镜头，可以记录不同的人的故事，也可以看到这座城市的变化，这就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好，今天谢谢海哥，也谢谢 Kevin 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谢谢。其实今天你跟我分享了很多你自己在镜头背后发生的故事，但我发现你一直是在镜头背后的那个人。今天呢，既然给你当小助理，我就决定当到底。我能不能拿你的相机给你拍几张照片？真的吗？对，我们镜头互换一下。可以。可以吗？我还要拍，你看，哇，升上去了。你记录这个世界，我记录你。那你再过来一点，往这边站一点。哇，光出来了。好，特别帅。还有互动。好，你可以换一个动作。可以。对，哎，可以。你笑起来很自然。好。我觉得你可以啊。哎，你从这个摄影师转变成模特儿，你这个感受如何？哇，他还有后续访问，他还有亮点之外的亮点。关注对方的感受。我在镜头里面还是有点拘谨的。就是自己引导别人很擅长。对。但是好不容易镜头对准自己，好像还是会有一点不是很。对，确实有时候也不知道这手该往哪放，是吧？希望你记录别人，同时也可以多多记录自己。谢谢。同样选择了给摄影师拍照，庞征还询问了摄影师被拍的感受。对于这次访谈，而是也是个不错的收尾。今天其实从你的故事里面，包括你镜头记录的故事里面，我看到了很多你通过镜头去发现人、连接人、影响人，很多不同的很感人的故事。然后也希望未来会有更多的不被看到的、不被知道的一些人和故事
通过你的镜头能被发现，以及除了人之外，这座城市它的温度、它的特点、它的包容、它的融合，也能在你的镜头里展现。希望你的自媒体事业越做越好。好，谢谢，非常感谢。好，那我们下一站会去哪里呢 ？OK。好。呀，太强了，是这儿这样。看到好苗子啊！温暖的旁征，我都不知道怎么打了。怎么打？好，接下来我就去那个对我这边林卫那边了。然后你现在过去也可以，你在这休息一会儿，反正到再过1个半小时2个小时。老师你先去吧。我先去。好。好。全林老师，这已经是播出标准了吧？这可以播出了，就完全是一个优秀的播出节目了哈。因为它故事有层次嘛，就你看见了摄影师，看见了摄影师的看见，看见了摄影师看见的背后。太好了。林卫要有一个惊艳表现，才能面对的对手有点强大。Hello， 嗨，你好呀，我来了。你今天是一身白色，对我们俩今天有点搭哦。是的，跟商量好了一样，风格好像。你看看这，我出了一份新的台本。其实前面的就是我们之前讲过的，我觉得还蛮简单的，就是一会儿我们可以去练一下。我给这个起的标题叫“就是最幸福的生活是平平淡淡”，就是他们接地气的这种生活，就是由你来主导我，每一个点都要突出一个你的特点。然后我的这个片子的其实它的主题是想通过你镜头下的这些上海老人串联起来，让大家感受到一个不一样的上海的这种感觉。主题不错哦。上海老人和那个烟火气弄堂是非常聚焦，而且可以深挖的。目前看，开端不错。咱俩出去定一下点呗，就找一下我们那个打招呼的那个点。走，门口。啊！下雨了啊 ！Oh my god！ 啊，怎么一到林卫？林卫的运气啊！但是如果他能处理得好，我觉得是一个风格的加分的。烟雨朦胧，我很期待。上午还万里无云，下午就开始狂下。我站哪等你比较好？我先取个景儿，你再往前来一点点看看。那你等我的话，我觉得还是要在马路上面会好一点，不要在马路中间等，就差不多这个角度吧。怎样？哎，我觉得非常好。但是我的镜头可能会虚化多一点点。好呀，没问题，没问题。这个伞我们放回去，出太阳了。啊，又好了，好的。哎，出太阳了。哇，这个天气真的是反复无常。老天就是眷顾你啊，林卫。这场雨就是为我们下的，好，为了那个搅动我们的心情。什么时候开始呢？害怕，我的老师要来了。哎呦我天，这个考试车的行进真的是让人啊！他们是快来，然后他们就是你要见面的时候要打个招呼，对吧？就他来了我就开始考了，这个是吗？不是吧，老师 ？No No No， 主题是不错的，加油！我来了，老师，准备咋样了？还可以，还可以啊。那你准备好，我们随时可以开始。好呀，好吧。好的，来，对老师，我给你一份脚本，你可以看，对应着的。啊，这是哪一趴是哪一趴？行，好。那我们开始。那我把东西放一下，我们准备。我找个角落躲起来。那我先过去，你就在这个位置。好。好，可以开始了。Hello， 薇薇。嗨，我来啦，快来快来。你好。这边，我们这边可以聊一下。好的呀。好。今天首先想了解一下你镜头中那些时髦老人的故事。好。其实我们看到您也是因为，在很多社交媒体上，您的那一组时髦老人的照片很出圈。哎呦，真好看拍的。上海街头真的会有特别多。
没有碰到过。会聚集在一些地方。去的地方没去对，什么安福路，是不是武康路？我刚才看了好几个名，这几个我没过去。我前就半个月前吧，我还见到一个79岁，浑身 muscle， 真好。当时是怎么样有这样的一个思路去拍摄这样的一组照片？可能很偶然的，就是看到一些街上的有这种老年人，然后路过的时候，哎，我觉得这个老年人穿得好精彩啊，就是他们有一种反差感给我。可能因为我从湖南农村老家过来，就是会有很多觉得家里面的年纪大的那种老年人，他们都会把精力放在别人身上，放在自己的孩子或者是孙子孙女，对。所以你当时看到这个，你觉得是一个跟自己老家很不一样的一个反差点，让你觉得很想要去进行这组创作，就很好奇，然后想要去看。对。我真的是蛮喜欢你那组照片，就非常亮眼，就是那个首页的那个老奶奶，穿了一个鹅黄色的衬衫，苍苍白发，但是她整个人精神状态看起来特别好。当时遇到她的时候是在五原路的一个路口，我会经常遇到那个奶奶，每天穿的都不一样，而且都是非常的有亮眼的那种形象。后来隔了很久之后，有一段时间就没见到她，我还蛮担心她的。然后再过了一段时间，然后看到他又出现在那个门口，觉得好开心，就觉得还能看到他。就是你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看到你之前可能街拍遇到的那些老年人，你可能还是有一些担心的。对，因为其实像年纪大一点的人，他们的就是被关爱或者被陪伴的机会很少，被关注的机会也很少。就平常的时候，大部分还是会蛮孤独的。他们就这种就是穿得很精彩的时候，然后我去抓拍到他。然后他能发现自己被拍了之后，有时候会特别开心。他这个街拍摄影师其实是挺特殊的，所以说他这个故事点其实也更吸引观众。是在最初的这个起点处，对，在原生标签上来讲，他非常特别。他特别开心。我上次有拍到一个就是骑自行车的一个爷爷，他骑的自行车很可爱。后来我把照片发给他，然后说。哇，第一次街拍耶，被街拍耶，然后好开心啊，然后就发了个朋友圈，然后炫耀一下。对对对。我其实有看你的社交媒体上面发很多你的作品，然后你的作品的这个标题，你使用了很多是这种被拍者给你的情绪反馈。对，这也是一个相互的过程，就是我让他们开心的同时，其实我自己也在收获开心。我的点并不是说我去给他们提供了什么，而是。大家都是互相的，他们也给我提供了很多的情绪价值。他每天在家里精心打扮的老人走上街去的时候，难道不想被拍吗？那想的呀，有时上来搭讪的那一刻，我觉得就是非常开心和快乐的。作为一档外景节目，杨凌卫开始直接做采的方式，并不是最好的选择，但他的话题选择很精准，也很聚焦。您的那一组时髦老人的照片很出圈，直接聚焦到摄影师街拍时髦老人的特点，迅速展开话题。你一开始其实拍是在这个附近去街拍，对不对？对，在附近。我当时就是觉得五原路这块特别有生活感，然后经常会有来来往往的那种老年人，穿的特别有趣的，就聚集在这一片。走啊，对，转一转。那能不能有机会带我拜访一下之前你拍过的人？然后如果方便的话，也可以帮我拍几张照片。当然可以啊。哎呀，就等你这句话了。好的，那我们一会儿去看一下。好。出发喽！又下雨了。What？ 啊，上海这个天气，我真的是变化无常。我们街拍的时候，经常也会遇到这种场景，就拍着拍着，然后就突然下雨了。那这种时候怎么办呢？一般躲雨啊，还是怎么办？下雨了怎么办？躲雨。哎，你看这个位置的话，就是我平常以前就经常来拍的那个路口。你们就是在这里抓人？对。所以这个十字路口是你们之前会在五原路和乌鲁木齐路这里选择街拍的一个角度。对。因为这个路口的话，会有很多生活中的老年人，他们去买水果，去买菜。我拍他们很喜欢一些有烟火气的场景，而且上海的老人很有情调，喜欢买花，和花在一起很有生命力。感受生活。
那我现在给你拍几张照片吧。好，好不好？大雨真的是，这个雨有点突然啊。来 ，OK， 多走一走没关系。回头啊，好看好看。哎呀，好看，好美好美。哇，好看耶！我已经 get 到街拍摄影师的魅力了。我感觉现在班位大了很多，大了很多。你从那边这样走过来吧。好，好，来1、2、3，走。哇，我们就以这个水果店为背景吧。啊，我觉得有哎，这个水果店很好看。我还带你去比较有生活化的，它旁边有个菜市场。哎，我在这个门口给你拍2张照片吧。好像雨下小一点了。之前这个附近有没有你拍到过的这个熟识的人？熟识的人吗？我邻居啊，我经常能拍到我邻居。你邻居是住在附近吗？还是就住在附近？因为我之前就是住在这个附近的。你之前在这边住了多长时间？住了个2、3年。2、3年。对。然后我跟他们关系也很好。我今天就是有跟我的那个以前的一个邻居，一个叔叔，跟他聊了天，然后我说，我想去他们那边看看。啊，那我们方便吗？方便。那当然好呀，如果你方便的话，我们可以一起跟你去看看。其实我觉得多一些第三人的视角会更好的去表达你的。你明白我意思？对，你有他联系方式吗？有的呀，你可以看看。明天哈。对，行。乌鲁木齐中路，所以这个小区就是你原来住的地方。对啊，这小区特别漂亮。这小区环境真的很好哎。在这里面。这个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哦，这个就是你刚刚选花的那个，真的长得一模一样。这个地方真的是很酷。这边王老师，嗨，我来啦！来，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魏魏。对，我们是王老师的朋友，然后我们也是东方卫视下一站的主持人，我们节目组。欢迎！哇，好酷啊！这太适合拍了。来，您工作室方便了，麻烦给你带点水果。谢。就放着下大雨的。对，哇，你这里太有腔调了，王老师。哪里有腔调？很有腔调呀。哇，哎呀，房间不大，但是处处是景。他跟我提说他的邻居他特别的感动，然后说正好说邻居里面有一位老师说要来看看。不容易啊，一个人冲到上海来，我真的觉得不容易啊。他一直做街拍，对他知道我做街拍，然后也拍了他的。就也会有这种偶遇的情况嘛。有时候我们在安福路会碰到。好酷啊！王老师是上海人吗？上海人。上海人啊。我是上海，我能听得懂吗？No， 谁听谁讲。我是56年出生在上海。70岁了。哦，看不出来。怎么看不出来？我当时来的时候我也没看出来你的年龄。你的造型太酷了。王老师现在每天就是退休之后现在在做什么？就是每天过来发呆，所以说我叫这发呆室。哦。就是听音乐，看书，喝茶，惬意啊。有时候嘛就闻香。我好羡慕王老师这样的生活。不要羡慕你老了你就知道了。我现在才能体会我父亲那时候的年龄，那时候的这种状态。当时小的时候，年纪轻的时候，一点都不理解。我觉得老爸怎么这样？现在到了这个年龄段，你会不一样的人生体会，真的是这样。那您现在大概是什么样的感觉？现在体会啊，就说2个字：无聊。他说的是你们邻里之间给他的感觉特别温暖，然后他还经常会回来看看。我说这个在上海那大家租房子节奏这么快很少见。他住在这儿，这弄堂里面全是本地人。其实真正的上海人都
挺宽容的。您上海本地人总结一下，你们给自己加一个标签的话，会是什么样子？我觉得没什么可记的。所谓的，其实我跟你说，上海人说乡务人，乡下人这3个字，并不是说外地人，包括上海人本身也是。你如果过马路，一个上海人过马路不看红绿灯，马上后面就有人说这是乡务人。其实他就是不守规矩的人，就是乡下人，并不是说乡下人一定是外地的或者是农村的。真正的上海人就看你规矩不规矩。他今天已经极大的解释了这一点，跟我们解释真正的上海本地人。我是通过我自己的状态、经历，然后就是能感受到一些。所以说他的感受将来会越来越反映在他的作品里面。他就是有些就是本能的，就是说刹那间的。其实摄影就是这样，就是决定性瞬间，当下的一种表达。就说你有时候看到了框架就下来。我现在是没这种反应了，因为相机老是放在口袋里面，老掏不出来，有时候放在包包里面。掏不出来。您也是 vlogger 吗？还是就纯粹拍照？我就是做一个记录，就是说，比如说今天我和你们见面了，我就会随手拍一些，做个记录。可能这些形象你们会很不满意，但是我是只是做一个记录而已。我40年前在出版社编辑。我们出版社出过一本叫《图录上海》，里面有一个生活类，就采用了一部分街拍。其实街拍一个好处是什么？记录了当时，记录了时尚。刚才早上我找了一下，我找了两本。40年前的街拍吗？对对。天降神明，王老师真天降神明。图录上海大趋势。对对对。你看，他这是市民生活，最后的市民生活，这是集体婚礼。集体婚礼。在万滩。这都是你们编辑的吗？对对，当时。哇。其实这个身份很特别哦。当然。图录上海的出版社编辑，退休之后。而且他好像把街拍这件事给放得很大，对，把历史给拉成了。所以我说他那个选材不错嘛。街拍不是新鲜事儿，街拍的价值你不就上去了吗？对呀，对吧？哎呦，你看这就是以前的街拍，打破了现在时间，哇，我觉得这一组很好哎。我好像还没出生。哎，对。哦，你看王老师的名字，哇塞！所以说你可以看到当时的这种街拍。哇，你看这是以前的街拍，初代街拍。这个不是现在的那个老前锋拉夫朗。我再拍一个。你看当时的电视台。当时的电视台主持人。对。这其实都是街拍。新民晚报。当时的报刊，邮递员送信，他们前面一个布兜里面全是报纸，这凝结成了时代记忆。而今天的街拍也会为未来的新上海人留下这个时代的印记。30年前的街拍展示出来，绝对是个高光亮点，既让内容更加丰富饱满，也让街拍这一主题更有厚度。谢谢王，我们俩今天真的长了见识。我觉得像刚刚那样子的这种时代的那种记录，我觉得特别有意义。行，我们今天这时间有点有限，谢谢王老师，我们后面有机会再找你喝茶，好不好？超级感谢。杨凌卫把主持人身份弱化了，他更像是一个陪伴者，真正走进了嘉宾的生活。绝对的，太高光了，这个凌卫太高光了，这个真的太无敌了，太无敌了。来，我们拍个合影，老师。是。来都来了。王老师，拜拜，您留步吧。下次都在那看你。好的。好呀，拜拜。拜拜。你看街拍串联了历史多好。你来上海这么多年，你感觉你有变化吗？变化当然是有的啦，就比如说会变得更自如一点点。其实像以前早期的时候，我可能没那么的容易表达自己。虽然说我会有自己的点，然后我会坚持自己的观点，但是我不会轻易的去表达或者是反抗或者是什么样子出来。其实我听下来感觉就是，可能你像你说的，湖南老家给你的是你原本的底色。对。那现在经过在上海待了12年以后，这个城市的人
给了你越来越多的不同的东西，然后让你变得越来越好，成为更好的自己。我会保持自己的初心吧。超级感谢你今天带我们看了这一路的风景，我觉得很幸福，然后也看了很多我们之前可能都没有了解过的视角。我觉得你很棒，加油！用王老师的话说，继续加油，继续深耕，期待你更多更好的作品，好不好？好，加油！拜拜。那我先走喽，拜拜拜拜。就是他更像一个陪伴者，然后聊天的人，真实的置入了他者的生活，很细，像一个没有修过的图片。庞征的那个是一个非常精致的，符合一切既有标准的，对，在传统的这种媒体审美当中无可挑剔的一个图片，完成度高，庞征的完成度高，但是我觉得啊，林蔚的那一段那个就是老的街拍。然后先呈现到了那个王老师的家里，去展现一个，你刻板印象之外的上海老人的风貌。现在到了这个年龄段，你会不一样的人生体会。然后再他把那个街拍的图景一打开，图录上海大趋势。对。你看，他这是市民生活，最好的市民生活，这是集体婚礼，绝对高光，那叫 surprise， 对吧？对。天降神兵，天降神兵，王老师真是天降神兵。而且他又讲了上海的这座城市的文化，对，是的。然后，这个老师可能跟你讲老上海街拍，你可能不相信，那我告诉你，我是一个主编辑，对，这个图册上面都有我编辑的名字，然后我来跟你讲以前几十年前的上海的街拍的历史是怎么样的，真的太高光了，太高光了，太高光了。就他这段，就是让我。就是想到了我们之前上小课的时候，我们老师说过的一句话，就是一个好的主持人，他不一定需要多说话。当然。然后我刚刚看林蔚的这一段的视频的时候，我就真的是深深的理解到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是的，让它自然发生。所以我们也到了要猜测的时候，我们心里也可以梳理一下。刚才有3组的表现。我们大家每个人可以在心里梳理梳理，一个是在传统意义上就几乎无可挑剔的庞征，一个是一个全新的风格，清水出芙蓉，素雅的林蔚。怎么我们都没有把程朗拉入？我刚想说，其实这个组有3个人，我们程朗也是很不错的。可以简单说一下大家的选项和理由，然后我们开始举手，因为可以涉及到可不可以说服一些不同意见。比如说我们从志胜开始好了。这次我会选林蔚，因为林蔚那一下的时候，我是感觉我的整个的情绪、整个人的状态都被那个东西给击中了。哪一下？拿着花回头笑的那一下？就是拿出来那个20多年前街拍的那个东西的时候，因为我突然觉得一下子街拍这件事情有了一个很长的脉络，以及有了一个很长的价值和意义。就这件事情，就突然让我感觉他把这件事情给做到了我想象之外的一个事情。俊林。听完志胜哥的讲述，被打动了，我被打动了，我把你击中了，你把我对，因为我突然想着，我也会把票投给林蔚，因为真的击中，可遇不可求，这个真的可遇不可求，绝了，绝了。子琪，我也是投林蔚，连天都在帮他。超越。啊，那我跟你们不一样。不一样没关系，不用被他们。我觉得是庞征，因为我是觉得这个东西就是，最终是争一个工作名额。那工作名额，我觉得它不是一个综艺。综艺说哇，你这个突然一下表现，就是有一个东西就是天时地利人和，这个东西很完美，然后我就选你。这不是，我就是觉得他应该是，按照一个能力的和着那个工作的那个标准来去投人嘛，所以我是这么选的，可能。庞征 ，OK。钱宁老师呢？我从一个专业的角度来讨论一下。直播保安全，录播保高光。录播有再多瑕疵，只要有高光，它就有最好的呈现。直播要保安全，不能到处都是坑。下一站是个录播节目。所有的瑕疵都可以通过后期来完成，但是没有高光就是没有高光。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从最后对得起观众的节目呈现上来说，
我这一票要投给林蔚。哎呀呀，哇！厉害厉害厉害！很显然，我这一票已经无足轻重了。因为已经有4个林蔚了。首先，我自己的风格选择，如果在这3段当中，我倾向于林蔚。庞征是这一战所能做到的最好了，但是也许林蔚的那种风格开启了下一种可能性。根据我们刚才整体的分享和讨论，最后在这一次3位实习生的表现当中，我们家团更看好林蔚的3、2、1，请举手。5票。更说实话，压力有点大。没有压力，没有。更看好庞征的3、2、1，请举手。1票，5比1，恭喜林蔚获得我们这一次的 offer 盖章。好，我们先放在这里，然后我们把第一组2位也做出选择，一起来盖，好不好？啊，第一组。我们不要忘了，还有一个选择要做。第一组太难了。第一组。啊，是。新闻叶县。诗文和韵林。哎呀，这个真的好难啊！这个真的好难。我选的韵林。韵林，理由？因为我觉得就是单从这一次的2个人的表现来看呢，我觉得韵林他有进步，然后呢，诗文呢，他有的一些失误没有很好的去把它应对过去。超越，我觉得是韵林吧。韵林，因为他没有犯，就是他们说的是内容输出这个错误。那我还是会把票投给韵林。韵林。好，3票了。因为我认为状态为王。没问题，掷地有声，制胜。王韵林也是韵林。就像之前全林老师说的，说新闻播报是一个减分的一个东西，就是你会更记住他犯了哪些错误。可能诗文这一次，可能在我这里没有得到那么高的分。韵林4票了，全林老师。你们说的都对，但是。Never what？ 哦，真有但是。啊，我在诗文身上看到了特别宝贵的东西，所以诗文我能在他眼里的光，知道他想当一个好新闻人，这是非常打动我的事情。记出了新闻理想，这我特别舍不得。张老师他这一轮他也不淘汰。那韵林怎么办呢？没事，韵林都已经有4票了，不用再担心。所以张老师这一票会倾向于诗文，对不对？我会倾向于韵林，我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感性直觉。我看了这2段新闻，就韵林播的这一段吧，我就想多看一会儿。我觉得他的那些信息就打动我了，就进到我脑子里了。但是诗文始终还是有点紧绷的那个状态，反而不够松弛，反而那个流畅的信息流向前滚动的那个状态没有递到我这儿来。所以这是一个简单的感性直觉，但也是我投出这一票的理由。那接下来我们来举手表决好了，好不好？在这一组过程当中，我们认为2位韵林和诗文表现的更优的是诗文的，请举手。1票。觉得韵林表现的更好的，请举手。5比1。好的，盖章。俊林，这次你来盖吧，你还没盖呢，来。我们刚才应该是韵林和林蔚。OK， 谢谢。好，我希望那个大多数能赢，因为我想点亮那盏灯。有时候呢，我们盖完章之后，得等到下一拍才能揭晓。直接揭晓。导演良心发现，直接揭晓，看一看最后导师们的选择，一起来看最后一段 VCR。哎呀，他们怎么还不回来呀？哎，好爽啊！这个下午好轻松啊，好幸福啊！哎，怎么回事？暴风雨来临之前的平静。没什么暴风雨。我有暴风雨，我都不敢回看我的节目，太恐怖了。你看他可淡定，因为他没错那么重要的东西。我把瑞典首相的名字读错了。把什么？我把瑞典首相的名字读错了。对不起，我这个没有道德的小声。我感觉诗文这个事儿能记一辈子。记一辈子。小生回来了。哇，你们好辛苦啊！我回来了。哇，
国风少年，我找不下去了。为什么两位姐姐这么素，你穿的这么隆重？因为他嘉宾是一个外国人，对，他特意去租了衣服。租的衣服。对。所以我现在要换回来，现在要送回去了。他马上要还回去了。那边哦，去那边过去了。要不要过来吃2口？好，要我低米未进，恶毒。你们都点了吗？嗯，点了。你点一个最快速度到，对。Hello， 吃饭了吗？没有啊，师姐。好白呀，你们。双白组合。什么叫零蛋组合？没关系。那这个组合不应该还有一个我吗？哎呦天哪！林卫，这好家伙，最怕空气突然安静。用这个拍，这个好看。今天要出课题4的成绩啦，你紧张吗？采访一下。我紧张，有点困。你紧张吗？紧张。你啊，加油！随便要出任务。好，老师来了。啊，老师好。啊，没事，你们聊你们的，我只是好信儿过来看一眼。嗨，鲁豫老师，好，你辛苦了。好久不见了。对我，哎呀，我最近真的是。咱们待会儿开会是去大会议室是吗？对。现在等晨晨回来，我们到小会议室商量一下，各自碰一下结果。Hello， 老师。老师好。老师好，没事儿，我就来看看你们。好多人一天没见，想你们了。突然过来看一下，把我吓一跳。所有老师都会来一次，我也就是看看你们，最后再看一眼。他们要老师在那边开会，现在他们开会要一起看视频，然后再看视频。我们没有视频，我们一起看。哇塞，好吓人！来玩一下手机。晨晨老师来小会议室。又是热烈讨论了。Hello。到了让我们纠结的时候。好了，大家说一下各组的情况。从你开始啊。我先说一下我那组的情况吧。大家，鲁豫老师猜猜，张诗雯和王岳林，您觉得谁会赢？让猜。那结果已经出来了。我个人觉得可能是张诗雯，就因为这小孩一直给我一种就斗志特别。的确。这个笑容，我觉得对我们有利。对，特别渴望胜利，然后极其内心挺强大的一个女孩。她是主动选了新闻叶县，所以她特别坚定的选了你，因为她觉得她擅长稳赢，她稳赢。韵林是第9个选的，她最后一个选的。她某种程度上是被逼进这一组的，她是被迫去选的她。天哪，咱俩命也太苦。命也太苦，我已经看到了我最后的结局了，好心态。所以你们都觉得是诗雯是吧？我觉得概率大一点。这是每一组的老师单选，应该是因为他们都不太了解其他组发生的情况。我3位：冯程朗、庞征、杨凌卫，你们猜一下。以过往的表现来说，庞征一直是比较稳定。对，庞征3个第一。他们3个人其实都很努力。冯程朗有些亮点。那他会在访谈的时候突然说：“哎，我给你拍一张照片吧。”那既然都来到这儿了，要不我给你拍几张照片呢？然后摄影师一看觉得，哟，从来没有人主动说要给我拍个照。我觉得他这个想法就特别好。然后庞征呢，他给自己设计我做这个摄影师的小助理。我今天给你当小助理吧。我到马路上跟陌生人去沟通，可看性还是很强的。杨凌卫确实给了我惊喜的，他找到了一位有故事的老人。带我们回到了30年前的上海。我好像还没出生。对。哟，这道真的蛮难说的。我猜冯程朗。我突然心跳好快啊！你这就是对我们来说很痛苦。这也不要考虑到底是谁走谁留的问题，就是你的直觉判断谁更好一点。我觉得这咋选呀？总归要有个结果。哦，太难了，太难了，我们真的。早也是一刀，晚也是一刀。
好，走吧。我们有可能要亮4盏灯了，同学们。真的吗？嗨，老师。啊 ，what？ 好，现在到大会议室集合。哇，怎么到那么诚意啊？别整了。王老师们已经做好，好吓人啊，好吓人。好，哎，看看他们的神情，以便于我们猜下一次谁赢了。嚯，草蛇灰线呀，劝林老师。大家都到齐了。今天呢，不是采用发邮件的方式来通知大家的结果，因为这一轮考核的结果可能比第2轮、第3轮产生的影响要更大，分儿多呀。每当我们在大会议室聚集来宣布结果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就意味着可能会有人要离开我们这个实习的集体。所以呢，接下来就到了宣布结果的时候。哎，你看刘佳宁现在笑得很沉稳，我觉得佳宁应该表现不错。那首先从我开始，诗文和韵林。那最终，我以及我询问了凯旋以及看到后期成品的我的其他同事，我们得出的意见是一致的。一致的。我这一组考核胜出的是韵林。黄韵林相对可能做晚会，包括做节目状态比较多，所以你能感觉他是相对比较亲切的、有交流感的在跟你说。在彩票店买了4万多元的彩票，幸运的中奖10万余元，但男子不仅没有拿到钱，还在今天被判了刑、罚了款，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来看报道。他们2个人同时我都设置了一样的一个应急，就是提字器灭掉。韵林是很迅速的低头，马上接着稿子念。暴雨，那同时呢，我们看到个别点位的大暴雨，并且还伴有雷电。在节目上的表现呢，没出大错，整体播报的完成度还是很高的。太棒了呀！白老师，白老师，快给我们点灯。我觉得我们这组是这2天最辛苦的一组，因为外景的节目确实和棚内来讲，要在风吹日晒，而且我们真的是经历了风吹日晒，真的非常不容易。能完成下来，都是极大的进步。那我通过今天他们3个人从头到尾，我观察下来的结果。我认为表现最出色的是林蔚，林蔚眼泪已经到这儿了。林蔚确实需要分了，上一次也很努力。如果老师第2，然后擦肩而过也确实。杨林蔚。杨林蔚把这个摄影师作为了串联起这个故事的主线。我这个片子的主题是想通过你镜头下的这些上海的老人，对，串联起来，让大家感受到一个不一样的上海。正好说邻居里面有一位老师说要来看看，就让我觉得摄影师这个人一下就丰满了，一下就火起来了。哇，被您说我都很想看。然后有一个点我都想学，他是有心，因为去人家家里拜访。我要带点水果去送给人家。打扰了，我给你带点水果。哎呀，谢谢。你这里太有腔调了，王老师。有礼貌。哎，我觉得这个动作就特别有人味儿。就我们以前拍下山，我都没想到我去人家拜访，给人带点东西去。所以他是给我惊喜的。林蔚就得了25分呢，他
此刻跟张诗文就同分了。对，第2了。没有，他不是第2，现在。王韵玲才是第2，因为她10分加20分就是30，所以现在庞征依然是第1，35分，然后王韵玲30，然后有2个25分。林蔚并列第3了。那这么看，可能在圆桌的2位男士最后面很危险。好，接下来请鲁豫老师来宣布结果。那我们来观察一下子泰和王玉，看表情。陈晨老师来宣布结果。那如果按照我们之前所定的规则，佳宁如果在这一组当中胜出，也就意味着实习生当中得分最低的将会离开这个实习的地方。那如果佳宁踢馆失败，没有在这一组当中获胜，那就是佳宁离开。好吧，我们再明确一下规则。鲁豫老师这边呢？我其实我内心已经破碎了，疯了已经。就是我特别羡慕姜老师，就是你有很多明确的指标，2个男孩都做得非常好。所以如果你让我只能够按照 KPI 特别简单粗暴的选的话，他的口型最后是，这也能捕捉到吗？这一针口型对着的是侯，玉侯王，开口的是王，所以他的口型是王侯还是将相呢？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那就是啊。来，最后一棒交到陈晨老师。如果我选雨佳，那不是就是佳宁就直接走了吗？你如果选了佳宁，就直接走了。你不只决定了1个孩子，你决定了2个孩子的命运。我真的现在心跳突然之间砰砰砰就快了。因为我们是给东方卫视招未来的 offer 的人，我们不可能从更多的情感的角度来讲，想留谁不留谁。更多的还是谁的实力更强，在你看来，你会因为这个临时改决定吗？来，下面请问陈晨老师，您的选择是？然后我想在今天的课题的表现当中，更胜一筹的是，那我最后就是选择的是。我们下一期再说，好的。不是，我们先把灯给点了呀。先庆祝吧，咱们来吧！恭喜我们加油团推理成功。接下来我们要有请百事酷宝为我们点亮本季第4个渴望灯牌。3、2、1，请点灯。不过这一次我们在整个过程当中，杨林蔚的成长是最令人刮目相看的，因为他完全非科班出身，仅凭一腔童年时的热爱，但是这一次展现出了毋庸置疑的，我觉得获得了我们这么多人票数赞同的这样的成就和改变。智胜，你的林蔚这么大的成长，看到这你心头什么感受？真的是开心，因为也看到了最开始他面试后那时候的自信潇洒，然后到他那一次表现不好，然后在那哭泣。我想做的事情是我用了很大的代价换的。其实这个事情特别能理解，因为相比于其他人，他可能做这件事情背负的东西，它的成本是更高的，在他看来，因为他放弃了他之前的选择，然后他背负了家庭的压力，同时他面临的又可以说是一群非常非常难以对付的对手，最顶级的一群人。但是你能看得出来，他在这个过程中，在这个极端的考验下，一步一步的成长，一步一步的去学习，一步一步的去把自己的优势展现出来。真的替林蔚开心，厉害！他不仅还在我们的榜单上，而且一下跃居并列第3名，而且他是战胜了庞征，断崖式领先的他的对手，来获得今天的这个分数。然后在他所有的艰难当中，其实有一件事，就是这种职业从零开始的艰难选择。全林老师是不是有过类似的感受？对，就是其实你要切换一个赛道，就2个赛道里成功的方式，和你的擅长之处会完全的不一样，对吧？是的。所以其实从中间换一个赛道，最大的困扰可能在于你已经建立的叫做我是谁，我能做到什么，突然到那个赛道开始从零开始，就那个其实是需要非常强的这样的一个去主动适应的那个能力。
子琪和超越，你们有没有过那种跨界时刻？跨界时刻，艰难或者需要勇气的时刻，来做一个曾经没那么熟悉的事儿，但依然有勇气把它做好，有吗？有勇气把它做好。其实当时在做的时候，并没有什么说一定要把它做好。我记得你之前有分享过，你是高2还是高3在艺考的时候进入的表演的世界，对吧？所以如果你不艺考，你会做什么？我在那之前，我是在学习斯诺克。斯诺克，斯诺克，教一教我呗。所以你是走职业路线了吗？斯诺克？在学习，在往职业的方向去努力。我爆料一下，最近刚刚夺得世锦赛的赵欣彤老师和子琪也是有不错的关系。对，那时候我们在同一批打过比赛，所以您差一点是职业运动员了。那差老鼻子远了。在去往那条路上，想不到，我其实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打了。我还没有那个球杆高的时候，我就已经在那时候还叫台球厅哦，在里边就玩，展现天赋，是天赋型吗？如果说我在那个时候被送去学了，我很有可能就真的是有机会去往职业的道路了。哇，哎，这个是真的第一次知道啊。超越有吗？我之前的工作是可能就是工厂里的工作啊，然后后面我也不知道自己一步一步怎么选择，然后就是慢慢的就走到了就是一个其实相对这个陌生的一个领域嘛。一开始是很拧巴的，然后后面就是慢慢的适应了，然后学习会觉得啊，别人都已经学好了才开始，而我是什么都没有准备，有一种永远都在追逐奔跑的路上，然后没有准备好的那种慌乱感。但是后来慢慢的就是找到了自己的节奏，也已经习惯了，对，然后也很珍惜这份工作。现在每天就幸福快乐的。是的，很满足，有一点点进步我都觉得够了。对，这是我的节奏。哎呀，开心，真的非常感谢超越3期的陪伴。但是谢谢，如果没有你，我们这3盏灯也不知道能亮几盏。那经过这一次课题实习之后，杨凌卫终于突破了0分荒，已经得分。那如果刘佳宁踢馆成功，王玉和侯子泰之间就必有一人会提前结束实习。如果刘佳宁踢馆失败，那么直接铩羽而归，跟我们说再见。所以下一期这个谜底就会揭晓。渴望就可能，心动就发生。本节目由酷爽带感点燃无限渴望的百事可乐冠名播出，下周不见不散，拜拜，拜拜。让我们欢迎胡先煦，嗨！第一重身份加油团成员，第2重身份王玉和侯子泰的访谈嘉宾。我们2个要采访胡先煦，我没有采访过明星，要头绪，不行，让我紧张。他们前面的合作就不太顺畅。我们2个既是搭档，也是竞争关系，既要合作又要竞争。他要是当着我跟邓克面，他俩干起来，我俩得傻了。哎呦，太吓！我的心态是真的没有办法处理的那么好。我很害怕搞砸，我根本一点都不自信。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笑容暖暖的佳宁，我是活力满满的雨佳，原班人马打造，让人梦回大唐，太让人惊艳了吧！山东段子王，车间一枝花，赵小慧、孟川，欢迎！主持人需要迅速的把场子热起来。那2位老师上场之前会有紧张吗？比如说就冷场这个事情，万一他们不笑又会怎么办？有的演员帮他提前脱胎干颜。我们等一会儿也可以有兴趣找您签个名。买书了吗？就他俩好适合这个节目啊，真不错。各有千秋，要分伯仲呢，有点难度。如果佳宁赢，那么子泰和王玉有一位就危险。哦，太难了，太难了，我突然心跳好快啊！总归要有个结果。我内心已经破碎了，我疯了已经。渴望就可能，心动就发生。本节目由酷爽带感点燃无限渴望的百事可乐冠名播出。鸿蒙折叠电脑13英寸便携18英寸大屏，折展之间体验非凡。你想成为怎样的人？在
上微博搜索令人心动的 offer， 最终节目资讯等你解锁。上微博参与令人心动的 offer 话题讨论，选出你看好的主持新生，见证最终 offer 的诞生。上微博带话题令人心动的 offer， 分享出面篇名场面。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新浪新闻客户端搜令人心动的 offer， 看节目更多精彩内容。百度一下你就知道，上百度 APP 看百度热搜 ，get 更多热点内容。独家中文百科合作伙伴百度百科。上百度搜索令人心动的 offer， 精彩内容尽在百度百科。上知乎搜令人心动的 offer， 解锁更多精彩讨论。上前程无忧51 job， 收获心动的 offer。感谢丽丽城传媒。如果你对内容行业感兴趣，欢迎在腾讯校招官网 join.qq.com 投递峨眉派专项，等你来实习。令人心动的 offer 尽在腾讯校招，等你来拿。每周3、周4 12点 SVIP 更新，19点 VIP 更新，会员抢先看一周。周5 12点 SVIP 抢先看加更版，19点 VIP 会员专享，看更多精彩内容。周6 12点 SVIP 抢先看衍生，陪你看 offer，19点 VIP 会员专享。